明朝宣德年间，应天府上元县有个叫乔成栋的人，为人善良正直，乐于助人。身边的人若是有个难处，他一准会伸手帮一把。大家伙都说这点随他父亲的。乔成栋的父亲乔伟正是个木匠，做的一手好活，经常帮邻居家里修修补补，分文不取。他很喜欢成栋，出外做事总喜欢把儿子带在身边。那时的成栋虽然年幼，却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。父亲在做事，他不吵闹，只是在一边静静地瞧着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疯牛爱世界。父子俩的感情很好，可是好景不长。在成栋5岁时，乔伟正突然生了一场疾病，走了。母亲崔氏觉得自己无力独自将成栋抚养大。1年后，经邻居袁婶介绍，改嫁给了一个叫袁明的人。袁明是袁婶的远房侄子，为人老实，家里并不富裕，自身无一技之长，仅是靠祖上留下来的5、6亩田地过活。他的妻子是在生2胎时难产而亡，膝下同样也是有一子，名叫袁大龙。袁大龙比成栋年长1岁，却没个做哥哥的样，处处压着成栋。家里难得吃回肉，他也总是把盘子拖到自己面前，不让成栋夹一块。见他这么做，袁明从不出言阻止。他心痛儿子早早没了亲娘，可怜得很，又恐崔氏这个后母会虐待自己的妻儿，所以他需要摆出个样子给崔氏母子看，自己是很看重这个儿子的。慢慢的见崔氏待江龙如亲子般，成栋也处处忍让着兄长，他的戒心才放下。在成栋9岁时，有次过大年30，袁大龙又把一盘子肉拖到自己面前。那日袁明正好心情高兴，假模假样的说了句给弟弟吃一点。袁大龙吃得满嘴流油，用手护着盘子，满不在乎的说不给，这是我家花钱买的，他家又没有钱，凭什么给他吃？崔氏听到这话，心里非常难受。起初答应袁婶嫁到这个家来，就是以为袁明人老实，不会为难成栋。他一心想，只要能把儿子拉扯大，那就比什么都强。不成想嫁过来后，凡是有口吃，就是儿子的日子过得屈辱了。成栋没把袁大龙的话放在心上，用手指着桌上的一盘红烧豆腐笑道，这豆腐的味道跟肉一样好吃呢。盘子里的豆腐切得方方正正的，主食放了些酱油，红红的，看上去很诱人。袁大龙嘲笑他说，豆腐就是豆腐，怎么可能和肉的味道相比呢？你这个没吃过肉的家伙。崔氏听了心如刀绞般难受，提前下桌回屋里暗自垂泪。袁明觉得他是小题大做，进房后指责他说，大过年的你白脸给谁看？一个长辈竟跟孩子计较事情。崔氏用手巾擦了擦眼睛，说，成栋随我来到你家后，可曾在饭桌上吃到过一块肉？袁明很不高兴他这么说，我可要跟你算算账了。你们娘俩进我家2年，少过你们一口饭吃吗？你和成栋的衣裳钱也是我出的。崔氏冷笑一声，2年总共才得了你一件新衣裳的布钱，你真好意思说出口。再说我们娘俩从没白吃你家的饭，家里的事还有田里的活，以及在外头接针线活赚取家用，我哪样做少了？成栋小小年纪就上山捡柴禾，跟人学捕猎卖野物，得来的钱他哪次没有交给你？袁明无话可说，确实如此。袁家其实只有袁大龙一人在家闲着无事可干，他卖了几次猎物，那么点钱还总值得你记在心上。多弄一句话后，袁明摔门而出。崔氏越想越觉得这日子过得没啥意思，后悔的就差用头撞墙了。改嫁后，以前住的屋子被乔伟正的叔伯兄弟收走了，现在若是自己带着成栋离开袁家，那可就无家可归了。袁明就是抓住了这一点，才敢肆无忌惮地欺负自己母子2人。这时乔成栋悄悄地进了屋，说，娘，这屋里这么暗，您为何不点灯？崔氏赶紧把泪水擦干，说，我睡着了，这就来点油灯。灯虽昏暗，但崔氏那双微微肿起来的眼睛还是向成栋表明母亲之前在哭。他走上前拉起母亲的手说，娘，您肯定是不高兴，
哥哥吃肉我没得吃吧？可您怎么不想想，每回跟郑伯出去抓猎物，他不是烤鱼就是烤野兔，给我吃这些东西，哥哥也没得吃呀。他是想告诉母亲，虽然没有吃到家里的肉，但外面的肉自己可没少吃。崔氏被他说笑了，摸了摸他的头，说：儿啊，是为娘让你受委屈了。郑伯名叫郑忠良，是乔伟正的好友，以前时不时的会接济他们些猎来的野味。自崔氏带着程栋改嫁后，就没来往过。半年后的一天，他在山脚下遇到正在捡柴禾的程栋，看见孩子很是瘦弱，叹了一口气，故意说要教程栋捕猎，实则每回出去都拿东西给程栋吃。有2回，程栋拿了烤野兔回来，想给崔氏和袁家父子尝尝，哪知袁大龙硬是抢走，藏起来一人吃的精光，连点肉末屑也没给别人留。事后，崔氏叮嘱程栋别再拿这些吃回来了，倒不是顾忌被袁大龙全吃了，而是郑忠良家里也有2个半大的男孩。再说捕猎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不会次次都有猎物，郑家的孩子也需要这些食物。郑忠良是个好人，有时会把自己抓到的猎物给程栋，程栋得了一回后就不肯再要了，他自己想尽办法去抓，抓到了就拿去集市上换钱，没抓到就设法去河里抓点河鲜什么的。好在他人很机灵，每回出去总能带点什么东西回来。乔程栋懂事的继续劝导着母亲，袁叔是没有办法将一碗水端平的，哪家做父母的不疼爱自己的妻呢？他年纪虽小，说的话挺在理。崔氏没有先前那么伤心了，跟儿子聊起了家常。程栋在屋里说的这些话，袁明躲在外面听了个一清二楚。他心里有些惭愧，自己实不如这个9岁的孩子。以后再遇上袁大龙欺负程栋，他会公平地说几句。只是袁大龙的性子已经养成，并不肯听父亲的话。在崔氏母子的忍让之下，日子就这么平静地慢慢过了下来。程栋在木工活这方面好似很有天赋，没人教他，自己拿个锤子就能把坏了的桌椅修得平平整整。邻居请他去帮忙修理自家的东西，程栋从不拒绝，乐呵呵的照样把活做得很好。郑忠良知道后，在他12岁那年，经过崔氏的同意，把他领去了一个老木匠家里。老木匠名叫姜秉成，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他还是乔伟正的师傅。见程栋小年纪就很聪明稳重，本打算歇手的姜秉成当即决定收他为关门弟子。程栋很珍惜这次机会，师傅教的耐心，他亦学得用心。姜秉成心中对他很是喜欢，把他当成亲孙子般对待。隔壁有个私塾，每天早上传来朗朗的读书声，程栋听到了，心里非常羡慕。姜秉成察觉后，就送他去那里念书，跟他说，一个好的木匠也需要识字懂算术的，你要好好的学。师傅，我一定会的。程栋听话的答应了。私塾的夫子姓朱，常年得姜家的照顾，故不好意思收束修，程栋就这么在私塾里待了下来。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程栋在读书方面也很有天赋。姜秉成很高兴，决定好好供养他读书。对别人的小孩如此上心，这种行为并没有引来姜秉成家人的不满，相反，他4个早已成了家的儿子都很支持。他们跟乔伟正也熟识，关系很好。4兄弟商议，每家轮流出些钱给父亲，让他帮助程栋。郑忠良知晓，后来姜家串门的次数更多了，时不时的拿些打来的野味。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有个想法，那就是把乔伟正唯一的血脉照顾好。程栋得到的这种机缘，让袁明很羡慕。他撺掇崔氏，你去跟姜秉成说说，让他也收大龙为徒吧。崔氏没有答应，姜师傅帮程栋，完全是看在他父亲的面上。我不好再要求别人做什么，人家帮你是情分，不帮你是本分，千万不能把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当成是理所当然，继续索取。崔氏说的在理，只是袁明却不理解，从此把此事记恨在心里。转眼又是几年过去，袁大龙18岁了，袁明给他说了一门亲事，是农户郑三牛的大女儿顺英。
成亲需要很大一笔费用。袁明想省钱，就叫程栋替家里打几样家具。程栋没有拒绝，一口答应下来。这几年他一边读书，一边跟着江师傅学木工活，手艺算不上很精湛，但做出来的东西还能说得过去。到朱夫子那请假，紧赶慢赶，终于把东西做成。袁大龙却嫌他做事拖拉，影响了自己婚期。程栋笑笑没与他计较，收拾好工具赶回私塾读书。郑顺英相貌长得好看，袁大龙喜欢的不行，妻子说的话他必是言听计从。崔氏是继母，郑顺英对他不算尊重，才进门1个月就对他各种不满，明里暗里的嘲讽。袁明看在眼里，知道其实并不是崔氏的错，但不想让袁大龙不高兴，就当作没听见。有回崔氏受不住气，跟袁明抱怨，袁明冷冷地说道：当年我想让大龙跟江秉成学门手艺，你不肯答应，既然你不待见他，如今他媳妇自然也不待见你。崔氏气得把眼泪往肚子里吞，这样的日子过下去，想想都可怕。对于母亲在袁家的处境，程栋都看在眼里，心里很着急，但一时又想不出解决的办法。郑三牛是个精于算计且很抠门的人，知道女儿婚房里的新家具是程栋做的后，就跟袁明说，让程栋也上他家去打几样家具。袁明没跟崔氏商量，就满口答应下来，特意跑去私塾找程栋，让他赶紧到郑家去做。是让程栋很为难，木工活不是1、2天就能做出来的，而且前面帮袁大龙打家具已经耽搁了好些天。袁明威胁他说，要让你母亲在袁家好过，最好不要得罪郑家的人。这话确实拿捏住了程栋，他想到母亲的难处，无奈地答应下来，又跟朱夫子请了假，赶去郑家帮忙。程栋做事仔细，为人又知书达理，郑三牛夫妇对他很满意。在他干完活回去后，郑三牛又上门了。他跟袁明说自己相中了程栋，要把小女儿秋英嫁给他，非但可以不收彩礼，而且还送跟顺英一样多的嫁妆。2姐妹都嫁到你们袁家，这可是亲上加亲的事情。他们小辈妯娌间和睦相处，家中就不会有吵闹，你老袁的日子也能过得十分舒坦。袁明听郑三牛这么说，觉得很有道理。他对于程栋娶谁，本来就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。跟崔氏把事情说了，他倒是很犹豫，这么大的事情还是得问问程栋的意见。见他没有立即答应，袁明很不高兴，人家郑家能瞧上程栋，且不收彩礼钱，算是很看得起你们了，这完全是看在我的面子上。再说大龙成亲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你以为我还拿得出程栋成亲的钱吗？崔氏听了，心里只觉得憋屈，没有说话。见他不应声，袁明皱眉说道，你们母子自个商量去吧，不同意就都别在袁家待了。扔下这句话，他愤然离去。崔氏气得发抖，从头到脚只觉得冰凉。自袁大龙说好了亲事，他不知接了多少针线活，没日没夜的赶工，就为了多挣点钱，好让袁家置办东西手头能宽裕些。到了城东成亲，袁明居然说出这种话来，怎么不让他寒心彻骨？崔氏心里很清楚，表面上看似老实的袁明，实则就像一条喂不熟的狼，极度自私，自己无论再怎么做，在他这里都讨不到半分的好。程栋对于这门亲事是非常不愿意的，并不是因为在郑家未看到秋英长相如何，而是他觉得郑顺英不尊重崔氏，他父母又是太过于计较的人，这样一个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，脾性如何可想而知。崔氏倒是不计较儿媳妇对自己态度如何，他单纯的想，只要娶回来的姑娘能对程栋好就行。儿啊，你袁叔说的话固然不好听，但他没有说错，我们确实拿不出钱去别的姑娘家下聘礼。最后半句他几乎是哽咽着说完，心中有强烈的无力感。程东见了，心里也有些难受，宽慰母亲，那我就娶吧，怎样都是过日子，娶谁都一样。这边答应下来了，郑三牛家非常高兴，问崔氏要了程栋的生辰八字，主动去找人算出成亲的良辰吉日，要求尽快成亲。
本是男方家里做的事，他一女方家里全揽了去。日子很快定了下来，就在3天后，程栋成亲。袁家并未为他准备什么，因他常年住在江家，所以新房是腾出来的一个杂物间，里面放了几样旧家具。就这样的条件，郑三牛却没有一点嫌弃。崔氏心里非常奇怪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他心里虽疑惑，可嘴里并没有说出来。郑忠良和江秉成等人对程栋这么快成亲都感到很惊讶，但既然这是崔氏决定的事，他们也不好干涉。到了吃酒席的这日，江秉成看着一身喜服的程栋，有些感慨，当年伪郑成亲，我也是去吃了喜酒的。郑忠良犹豫着，像是有话要说但又不好说的样子。程栋以为他们定是想起了自己的父亲，才会有些感伤，没再往别处想，赶紧领着他们坐到席位上。拜堂时，新娘秋英一直不肯出来。郑顺英解释，她妹妹极为害羞，不如就将成亲环节简单化，等程栋直接入洞房好了。哪有成亲不拜高堂就直接入洞房的理儿？崔氏心里越来越疑惑。袁明把手一挥，做主道：就按顺英说的做，程栋你去给客人敬酒。今日来的大多是袁家的宾客，既然是袁明请来的，就有不少人向着他说话，嚷着让新郎官赶紧去敬酒。程栋看了看母亲那一脸为难的样子，没有说话，默默拿着酒杯走去宾客那里。其后在一群人的起哄下，程栋准备进入洞房。房门打开，还未将脚踏进去，一只黑猫扑到他面前，撕扯着他的喜服。人们被吓了一跳，纷纷找东西要打这只猫。程栋赶忙拦住：别打别打，这是我养的。黑猫本是一只野猫，产子时他躲进了袁家。郑顺英瞧见了，很是嫌弃，挥舞着竹竿狠命打在他身上。黑猫为了护住小猫仔，就没有躲开。奄奄一息时，正好程栋回来看望母亲，将他救下，连着新生的猫仔一起带回了蒋家。以后这只黑猫就喜欢跟在程栋后面了，走哪跟呢？程栋今天身上穿着的喜服是从袁大龙那里借来的，扯坏了可是要赔的。他蹲下身，好言好语的跟猫说：大黑，别扯我衣裳了，快去母亲那，他那里有好吃的。黑猫不理，仍是扯着他的衣裳往洞房的反方向拉。程栋明白他的意思，这是叫自己不要进洞房，心中苦笑，就连黑猫也不赞成这场婚事。可他没有办法，自己成家是母亲心中的一桩大事，早早了结掉，他心里会舒服些。伸手拍了拍黑猫的脑袋：放开吧，我要进去了。这回黑猫不仅用爪子扯他的衣裳，就连牙齿也用上了。程栋怎么劝他也不听，气氛还是挺尴尬的。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开玩笑道：这猫想必是没有吃到酒，生气了要来向你讨一杯呢。喝什么酒，分明是来捣乱的。郑顺英拎着一把大火钳，气势汹汹的过来，扬手就要朝黑猫的脑袋打去。这要是打中了，黑猫的命非得去掉半条。程栋赶紧拦住嫂嫂：万万使不得，他在跟我闹着玩。前面开玩笑的那人也说：是啊，哪有大喜之日见血的，还不赶紧将火钳放下。郑顺英皱着眉说道：进洞房的好时辰是高人算好了的，再不进这时辰就快过了。袁明父子也过来了，不停催促着。程栋还啰嗦什么，赶紧进去。这些人催促的这么紧，让程栋很是有些不解。他弯腰将黑猫抱起，准备带他一起入洞房。就在这时，身后有人大喊：程东，你不能进去！众人一惊，回头望去，原来是崔氏赶来了。他疾步走到程东跟前，将他身上的喜服除去，扔在地上，这倾城不得。袁明急了，上前推搡他：你在这撒什么野？程栋见他动手打母亲，生气了，上前隔开他俩：袁叔，有话好好说。崔氏很激动，指着袁明大声说道：郑秋英分明是一个傻子，你们这是想把我儿往火炕里推啊！这话一出，不仅程东，还有一些宾客全都大吃一惊。郑顺英心里一惊，骂道：疯婆子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！
我妹妹岂是你能诬陷的？一个做儿媳妇的人竟敢出言这么骂婆婆，令宾客们大吃一惊。而作为一家之主的袁明浑然不觉，脱开程东就要动手打崔氏，胡言乱语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贱婆娘！程东生气了，将手张开护住自己的母亲，冷冷地说道：郑秋英此时就在屋里，她是不是傻子？你们把她拉出来，让大家看一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他深信母亲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说一个人。郑家和袁家这么心急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郑顺英没动，袁明也没动，他们不敢把郑秋英拉出来。他真是个傻子，而且一受刺激就会发癫。今天这亲，你成也得成，不成也得成，由不得你。袁大龙骂骂咧咧的上前，揪住程栋的衣领，挥起拳头就要打。长年以来程栋的退让，让他以为程栋软弱好欺负，哪知程栋抬起手臂，就这么一挡一推，就让袁大龙摔在地上，差点来了个狗吃屎。袁大龙恼羞成怒，抢过郑顺英手中的火钳，实力打向程东。崔氏惊叫一声，想要挡住儿子。就在这当口，程栋拉开母亲身体，往旁边闪躲了一下，伸腿踹向袁大龙的膝盖。这回袁大龙真的脸朝地摔去，鼻子脸上都是血。袁明急了，抬手要打程栋。程栋是不敢打长辈，只能挨打。还好郑忠良和江秉成在一旁，眼明手快地拦住了他。袁家的宾客见袁明一家要吃亏，主动上前要帮忙。有人想做和事佬，今天是大喜之日，何必要闹得动静这么大？程栋啊，酒宴已经吃过，这亲就算成了，你还是赶紧入洞房吧。兴许新娘子未必如你母亲说的那样。程栋摇摇头，新娘并未与我拜堂，这亲怎能作数？郑顺英急了，我妹妹的名声已经被你毁了，你让她以后如何嫁人？当初若不是你们同意，我爹娘怎会把她嫁进来？现在你们想悔婚了，没门！崔氏争辩道：你父亲说亲时，并未把秋英的真实情况说出来，我们怎么可能知道？一旁的袁明阴恻恻地说道：你想抵赖郑三牛，可是把秋英的情况跟我说得清清楚楚，我也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你听了。现在你想悔婚，就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。他给人的感觉一向是老实本分的，老实人说话很多人就信了，纷纷指责崔氏出尔反尔。你自己也是女人，怎么能做出毁人名声的事情呢？秋英虽然是个傻子，但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家呀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崔氏差点气得吐血，袁明这么阴险是他始料未及的，现在他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程栋看着袁明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笑了笑说道：这哪家人？成亲不是有3书6礼的，我们连张文书都没有，这还能算成亲吗？文书后面会补的。袁明结结巴巴的回答，同时看了郑顺英一眼，后者会意，连忙说道：对，因为吉日就是今天，不想错过，才没来得及去办文书。程栋点了点头，说话的语气尽量平和。郑家阿伯想把秋英嫁给我，无非是想为她寻求一方保护。因为嫂嫂嫁来了袁家，郑阿伯觉得秋英再嫁来，有她亲姐姐护着，定是不会吃亏。父母为女儿做长远打算，这本是人之常情。这番话说的在情在理，郑顺英没有作声。接着程栋的目光转向袁明，可袁叔为何这么急着要我娶秋英呢？难道您同样也是为他着想吗？袁明的脸色变了，强撑着说了句：我当然也是为他着想。程栋淡淡的笑了笑：我在袁家住了这么些年，一直把您当长辈尊重，事后郑秋英从未来过袁家住一日，也从未给您端过一碗饭，您却能为他处处着想。说到这里，他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话语里尽是无奈。以前大家都说您待我这继子有2信，我还不信，现在是真信了。袁明发现入了他的套，急忙骂道：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看我不长你的嘴！做事扑上来要打人，但一旁的郑忠良把他看得死紧，他一动，郑忠良就立即扯住他：有话好好说，何必动手？
郑忠良常年打猎，手劲很大，而且他的面色很难看。袁明知道他与程栋的关系，不敢贸然动手。这时程栋又说道：袁叔，您的打算不过是郑家两姐妹都嫁到袁家来，那么郑家的家财也就归了袁家。您这算盘真是打得妙啊，不服您都不行。郑顺英的脸色变了，但仍是没有作声。程栋是想离间他和袁明的关系，省得他俩连成一条战线。但郑顺英真是个狠人，他认为就算娘家的家财全到了袁家，妹妹是个傻子，这一家人有全听自己的，那最后钱财还是能被自己掌握在手里。所以他虽然对袁明的心机反感，但还没到撕破脸皮的地步。袁明生怕程栋还会再说些什么不合适的话，出来拼命跟袁大龙使眼色，希望他上前阻止程栋。袁大龙弄懂了父亲的意思，又想对程栋动手，但他挺犹豫的，想到前面吃了亏，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，就有些畏缩不前了。程栋把这些看在眼里，心底里有些瞧不起这对父子。前几日我听人说，大龙哥在春香院为一位叫云柔的女子赎身，可人才出来就转而跟别的男人跑了。这说起来，大龙哥算是人财两空啊！你给我闭嘴！袁大龙开始咆哮起来，欲冲上去打程栋。今日江秉成的4个儿子也来喝喜酒了，其中2个拖住袁大龙，不让他上前打人。袁明也在拼命挣扎，想冲过去堵住程栋的嘴，无奈郑忠良的手像把铁钳，把他抓得紧紧的，动弹不得。郑顺英惊疑地看着袁大龙，有些不敢相信，毕竟嫁过来才没多久，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丈夫做出此等事，她是想象不到的。见他虽怒火腾腾，却还是有些犹豫。程栋决定再往里面加把柴。袁叔一直说家里所有的钱都给大龙哥娶媳妇用了，到我成亲时他是万万不可能再出钱的。可我就纳闷了，大龙哥为云柔赎身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乔程栋，你给我闭嘴！袁大龙的面色此时灰白得很，他对着程栋大吼大叫。郑顺英先是呆呆地看着他，然后惊叫一声，转身拨拉开人群往外跑去。程栋心里一阵冷笑，人就是这样，触及他自身利益了才会开始着急。没过多久，郑顺英又回来了，上前对着袁大龙大打出手。在他冲过来时，江家兄弟就很识趣的松手，及时退到一旁。郑顺英边打边骂：你还算是个人吗？我陪嫁的首饰全都被你偷光了。人们被这场闹剧惊呆了，看着郑顺英狂打袁大龙，竟无一人上前阻拦。起先袁大龙还忍了几下，但众目睽睽之下，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，反手就给了郑顺英一个耳光。你进我袁家的门，嫁妆就属于我家的，我怎么就用不得了？他这一点确实没有说错，在当朝，女子对自己的嫁妆几乎没有支配权，权力主要是在公爹夫家的手上。但郑顺英可不是好惹的，与袁大龙一样，吃不得半点亏。他低头寻找之前用来打猫的火钳，捡起来，实力往丈夫身上抽去。袁大龙受不了痛，与妻子扭打在一起。洞房内传来尖叫声，接着有个穿着喜服的女子冲出来，对着袁大龙又抓又咬又踢。有疯病的郑秋英受不得刺激，现在完全发癫病了，失去了理智的人，蛮力都是非常的大。袁大龙在两姐妹的围攻之下，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头发散了，衣服破了，脸也被抓花了，现场一片大乱。袁家的宾客里，有位长辈本能的想拉开他们，才伸了手，一脚就被人拉了拉。这是袁家父子，可不占理，做的真不地道。哎，这位长辈叹了一口气，甩袖而去。他一走，现场的人也陆续离去，没热心人来劝架，最后只有袁明上前帮忙。袁大龙单犯被郑秋英狂打，程栋没有看完这场闹剧，就带着母亲离开了袁家。这回崔氏下定了决心，就算是露宿街头，也好过于卑微的在这里生活。母子二人的难处，江秉成看在眼里，跟程栋说：带你母亲回江家吧，韦正和你都是我的徒弟，算起来早就成一家人了。
师傅程栋很感激，跪下给姜秉成磕头。不过母子俩在姜家没住2天，乔家的人就找上门来了，是乔伟正的叔伯兄弟当年崔氏改嫁时收走房子的人。他跟崔氏说，你决定改嫁，我们不好阻拦，把房屋收走并不是要占有它，而是怕被元明得了去。程栋是乔家的人，房子本就是为他所留，如今你们从袁家出来了，那么房子也该物归原主了。崔氏很惊喜，起身施礼，多谢你们。他摆了摆手，继续说道，族长让我带句话，伟正在世时，我们都得到过他的帮助，没道理在他走后看着他儿子有难处。不管今后你们有什么事需要族里帮忙，尽管来说。这话说到崔氏心坎里去了，和元明的事还没有最后了结，他很怕他会带人来报复，故连忙再一次施礼道谢。程栋和母亲回家了，回到当初出生，有着和父亲最温暖回忆的家，里面的物品一如当年他们离去时那样，摆放的整整齐齐，上面没有灰尘，显然被人事先打扫过。母子俩百感交集，这么些年兜兜转转的，最后又回到了这里，将衣裳等物收拾放好，随时向程栋问出心里的疑惑，你是怎么知道元明贪图郑家钱财的？袁大龙事情是真的吗？程栋笑了笑，他今日走了一招险棋，还真给蒙对了。袁大龙的事情我只是恰巧听说了而已，起初做不得准，后来见他们父子催促我入洞房那么急，而你又来告知郑秋英有疯病，我就很肯定那是真的了。他们想尽快把生米做成熟饭，那样的话好心安理得的支配郑秋英的嫁妆。袁家父子的算盘打得很精，郑家就2个女儿，没有侄子争抢家财，那么最后都是要归到袁家来的。接着他奇怪地问崔氏母亲，您是怎么知道郑秋英有疯病的呢？崔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用手揉着额头，怪我糊涂，没有想到元明父子的用心竟然险恶到如此地步，他们把真相瞒得很紧，在我面前一句口风也没漏。还得感谢你，郑忠良，是他把实情告诉我，我才知晓的。原来郑忠良跟郑三才有点亲戚关系，知道郑家有这么一个疯女儿。对于程栋要娶郑家的女儿的事，他感到很疑惑，问程栋，是真的吗？程栋告诉他这是母亲的意思，既然是崔氏决定的事，郑忠良觉得自己不好干涉。后来程栋离席往洞房而去，崔氏为了感谢他和姜家多年来对程栋的照顾，特意过来敬杯酒。郑忠良终于忍不住了，问崔氏，你既然那么爱自己的儿子，为何要让他娶一个疯女人？崔氏大惊，这才明白自己上了元明和郑三才的当当，急扔了酒杯，赶紧去阻止程栋。末了，崔氏有些庆幸，要不是那只猫拖住你，等我过来，说不准这是还真遂了元明父子的意。感激的抬眼看了看门口的黑猫，说道，他可是帮了你大忙。程栋深以为然，笑着点了点头，似是有所感应。黑猫对着屋子里的人喵了一声，然后闲闲地带着小猫们去院子里散步了。元明还未来得及找崔氏母子的麻烦，就被官府的衙役抓去了。袁家发生的事情在县里传得沸沸扬扬，很快就传到了县令耳朵里。崔氏是袁大龙的继母，同样是他的长辈。袁大龙非但不孝敬，还纵容妻子当众辱骂公婆，而同为长辈的元明本应对此行为进行阻止，可他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与晚辈一起对妻子进行打骂。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元明不能教导好自己的晚辈，那么就有对本县县民进行教化职责的县令来管教。袁家父子还有郑顺英各被罚了30大板，同时崔氏递上状纸，请求县令准许他和元明和离。县令思索片刻，准许了，令人为他办理了和离文书。从此崔氏和元明无夫妻关系，这一场闹事终算是告终了。乔成栋在众人的相帮下，边读书边做事，后来考中3甲第1名，嗣同进士出身，在地方上任职，为官清明，造福一方百姓。他一生做过许多善事，帮助过不少的人。对子孙的教导，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爱出者爱返，
福往者福来。他说，我年少时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帮助，并不是在于我自身有多好，而是我父亲做的善事为我带来了果报。凡事有因果，天道有轮回，用爱对待别人，别人也会回之以爱，把福报送给别人，同样也会收获福报。好了，本集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